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圣诞快乐啊！圣诞快乐！我想我今年最棒的圣诞礼物，可能不是圣诞老人送的，绝对不是，是美国棒球界自己投下的大礼包，有好有坏。真的，这礼拜球迷的心情根本就在坐云霄飞车哈。先是 Bryce Harper 确定参赛，超嗨的，结果没几天 Mookie Betts 又意外退出了。对，就是这个一进一出，让整个布局变得超复杂，也超有趣。没错，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很明确了，就是要来彻底拆解这一支号称史上投手最强、打线最恐怖的2026年 WBC 美国队。然后我们一起来预测一下，在 Betts 缺席 Harper 加入之后，那套最具破坏力的先发9人名单会长什么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核心变动开始看起。Betts 的退出，这个影响真的很大，非常大。我们看时间点，他是12月18日宣布的，原因很直接，就是太太的预产期刚好撞期。他开玩笑说，如果他不回去陪产，老婆会跟他离婚。这当然是绝对正确的决定了，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没错。但是在战术层面上，哇，这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。他本来是总教练 De Rosa 心目中最完美的那个核弹头，第一棒跟二垒手都是他。对，能上垒，有速度，还是金手套级的二垒防守。所以他一走，等于是美国队的攻击发动机跟内野中线同时开了2个大洞。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。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，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，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。感谢支持。当时球迷论坛上真的是一片哀嚎，很焦虑。结果没想到才过了5天，12月23日 Bryce Harper 就送来了圣诞大礼。对，他就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张他年轻的时候穿着美国队球衣的照片，这等于是正式宣告他回来了。这远比补上火力点重要太多了。当你要面对像日本或多米尼加那种把国家荣誉看得很重的队伍时，纯粹的天赋有时候是不够的。你需要 Harper 那种在休息区就能把全队点燃，甚至带点狂气的领袖魅力。投手权已经是史诗级了，那 De Rosa 该怎么利用 Harper 的回归来重塑这条打线呢？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位置，就是 Betts 留下来的第一棒谁来打？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堪萨斯皇家的那个超级新星 Bobby Wood Jr. 这几乎是没有悬念的选择。但有趣的是，他和 Betts 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开路先锋。哦，怎么说？ Betts 比较像是用耐心和选球来跟你磨，慢慢撕开你的防线。但 Wood Jr. 不一样，他就是现代棒球最理想的那种核弹头，用力量跟速度直接把你击倒。你看他2025年的成绩单，将近30%的打击率，23支全垒打，还有38次盗垒，这很惊人。对，在短期赛里面，你没有太多时间慢慢来。Wood Jr. 的价值就是，他可能第一球就把球打上弹台，也可能靠一支鸟安上垒，然后2球之内就到上2垒了。这种不讲理的打法，对，这种不讲理的风格，对于像日本队那种极度依赖头桥节奏和细腻配球的队伍来说，根本是最大的克星。好，第一棒点燃了隐性，那第2棒就是要让这个爆炸的范围扩大。把响尾蛇队的中外野手 Corbin Carroll 放在这里，让他跟 Wood Jr. 组成一个速度连线。哇，这个安排很大胆耶，等于你在打线最前面放了2台超级跑车。对，第一 Carroll 是左打，正好跟右打的 Wood Jr. 错开，对方投手很难在一开局就针对。哦，对，左右错开。第二 Carroll 的缠斗能力是一流的，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Wood Jr. 已经在垒上用他那个抽有侵略性的跑垒在干扰投手，投手压力会很大。这时候左打的 Carroll 就有更多好球可以攻击，比赛可能才刚开始5分钟就变成无人出局，1、3垒有人。哇，那对任何王牌投手来说都是噩梦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好的，用2台跑车撕开防线，这个开局很有画面感。那接下来第3棒这个位置应该就没有任何争议了吧？就是纽约洋基的队长法官大人 Aaron Judge。对，非他莫属。但我们不只是看名气，而是看数据。他2025年的数据根本是打电动打出来的，打击率.331，53轰，
114分打点，还有那个 OPS 高达1.145。这太夸张了。前面有 Witt 跟 Carroll 这2个高上垒率的跑者，轮到他的时候，一支全垒打可能就直接变3分炮了。而这一切之所以能成立，关键就在第4棒的保护，这也就是 Bryce Harper 回归真正让这条打线完美的地方。我会把它放在第4棒守一垒，这样就形成了那个经典的左右锯齿状打线。喜欢这支影片吗？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！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。1棒右打 Witt， 2棒左打 Carroll， 3棒右打 Judge， 4棒左打 Harper。对方的教练会非常头痛。Harper 对右投手的打击是毁灭性的，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为大场面而生的。你看过他在费城人季后赛的表现就知道，压力越大，打得越好。对，他心脏超大颗，把他放在Judge后面，等于是跟对手说，你可以保送Judge，但接下来你就要面对更恐怖的 Harper。这种无处可逃的压迫感，这就是这支美国队最需要的。Judge 和 Harper 的3、4棒连线，这个火力已经够吓人了。所以第5棒的指定打击 Kyle Schwarber。是的 ，Schwarber 是个很有趣的讨论点。他在2025球季轰了56支全垒打，是国联的全垒打王，比 Judge 还多诶。对比 Judge 还多。但这里就有个问题了，那 Mike Trout 呢？他可是公认的世代神兽，如果他健康参赛，DH 的位置不该是他的吗？ Trout 当然是个更全面的打者，但 Schwarber 的价值在于他的极端性。极端性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在7战4胜的系列赛，你可能更需要 Trout 的稳定。可是，在一场定生死的经典赛 ，Schwarber 这种一挥棒就可能改变比赛的纯粹力量，战术价值有时候反而更高。而且他有经验。对，别忘了他在2023年对日本的决赛就开轰过，他很习惯那种高张力的比赛。好，中心打线火力满档了，来到第6棒三垒手，原本大家预期的 Nolan Arenado 可能会去波多黎各队，这让三垒出现了空缺。这个空缺的最佳解答，我认为在巴尔的摩精英队 Gunnar Henderson。哦 ，Henderson。对，他本身是游击手，那个运动能力和臂力都是顶级的，以往三垒完全没问题。他也是 MVP 等级的打者。但我在想 ，Arenado 毕竟是名人堂级的防守者 ，Henderson 在三垒的经验比较少，这种一球定生死的比赛，选一个守备不可能最顶尖的，会不会是个隐忧？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质疑。如果这支美国队的投手很普通，需要靠防守赢球，那我会毫不犹豫选防守更好的 Ke'Bryan Hayes。但这支美国队的投手战力是前所未见的，他们有一堆能制造大量三振的王牌。DeRosa 的赌注可能是我相信我的投手能让打进场内的球变少，以攻代守的概念。接下来第7棒捕手，西雅图水手队的 Cal Raleigh。Big Dumper。单季60支全垒打，作为一个捕手，这数据根本不该存在啊！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捕手攻击力的想象。但 Raleigh 的价值不只是全垒打，他是一个左右开弓的打者。哦，对，这点很重要。这给了教练在比赛后段极大的调度弹性。你可以想象对手的心情，他们好不容易解决了前面6个怪路，结果第7棒上来的是一个从两边都能把球打出球场的捕手。好，第8棒左外野手人队的 Kyle Tucker 是外野的最后一块完美拼图，打击、长打、速度、传球、守备，这5项核心技能都非常出色。他不像 Schwarber 或 Judge 有那么极端的单项能力，但他非常均衡，没有弱点。他的角色是攻势的再启动者，他的击球技巧很好，不容易被三振。在中心打者清空垒包之后， Tucker 的任务就是重新站上垒包，为接下来的第9棒还有轮回第1棒的 Witt Jr. 制造机会。来到变动最大的第9棒，二垒手，没有了 Mookie Betts， 这个洞要怎么补？目前看到最合理的预测人选是Milwaukee酿酒人队的 Brice Turang。我知道和前面这些巨星相比，他的名气小很多。在一群追求长打的巨炮中，你需要一个能稳定巩固防线，并且用速度制造麻烦的人。Turang 是金手套级别的二垒手，也就是说，他的防守是联盟公认的顶尖水准。更重要的是，
他在第9棒的角色其实是第2个第1棒，他的脚程飞快，只要他在第9棒透过安打或保送上垒，马上就轮回打线顶端的 Witt Jr.， 这会形成一个恐怖的速度链循环。好的，这份终极打线已经成型了，从 Witt Jr. 和 Carroll 的速度，到 Judge、Harper、Schwarber 的绝对力量，再由 Henderson、Raleigh 延续火力，最后由 Tucker 和 Teheran 进行串联和防守。5名做大，4名右打，几乎找不到弱点。但我们也知道，比赛不是纸上谈兵。没错，卫冕冠军日本队的投手战力依然是世界之巅，多米尼加的打线也很恐怖。这场战争绝不轻松。看完了我们排出了这份复仇者联盟打线，你认为它潜在的弱点可能在哪里？如果让你坐上总教练的位置，你会做出哪一个微调来让它变得更无懈可击？期待听到你的想法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